为什么你们蒸出来的水蛋总是起蜂窝，一点都不够滑嫩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家常菜——柚末蒸鸡蛋。这样做出来的豆腐糕又滑又嫩的，简直比豆腐还要更加嫩。说实话，这道菜做起来特别简单，而且营养丰富，老少又皆宜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4个新鲜的母鸡蛋。我们先把鸡蛋给它一个个的给它打进碗中，然后在碗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盐进行调味，然后再用筷子把鸡蛋给它同一方向快速的搅拌一下，把鸡蛋彻底的打散。我们在搅拌鸡蛋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，很多人都是直接的给它搅拌几下，其实那样是错误的。我们应该将鸡蛋给它挑起来，然后再快速的打散，这样搅拌出来的鸡蛋才会更加的细腻又均匀。最后，我们将鸡蛋给它持续的搅拌至用筷子挑起来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紧接着，我们再往鸡蛋液中添加1.5倍的温开水，水温切记不要太烫了，不然冲下去立刻变成蛋花汤了。水温大概在30多度，不烫手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接着再继续的给它快速的搅拌一下，让清水和蛋液给它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我们将鸡蛋液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紧接着再准备个蜜漏，把蛋液给它过滤一下。经过过滤以后，那么蒸出来的鸡蛋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又滑嫩。接着我们再用勺子把上面漂浮的气泡给它撇除干净。如果没有去掉的话，那么蒸熟以后，鸡蛋糕的表面它就不会光滑。把泡泡打除干净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开始蒸制。把鸡蛋液下锅以后，扣上盖子，水开以后再转为最小的火，给它蒸大概8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新鲜的瘦肉，如果家里面没有瘦肉了，也可以用半肥瘦的五花肉来做。我们先把瘦肉改刀切成小条，最后再改刀切小。我们尽量的给它切得越小越好，这样子更加方便我们待会给它剁成肉末。将瘦肉切小以后，接着我们再给它剁一下，把瘦肉给它剁成肉末。剁成肉末以后，接着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再准备小块生姜，先用刀拍一下，最后同样的切成姜末。我们尽量的把姜给它切得越细越好，这样子我们在吃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不到有姜末的存在了。接着我们再准备少许的葱白，把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把姜葱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鸡蛋在蒸制过程中，如果发现蒸汽过大的话，可以稍微的开盖透气一下，这样子可以防止由于蒸汽过大而造成鸡蛋糕起蜂窝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们在蒸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开最小的火，把它慢慢的炖，用小火炖出来才会更加滑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将鸡蛋用最小的火给它慢炖大概8分钟以后，打开盖子来看一下。我们用勺子来测试一下，可以看得到鸡蛋糕已经是完全凝固了，而且 QQ 弹弹的，就好像果冻一样，特别的滑嫩。蒸熟以后，我们先将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炒肉末，热锅凉油以后，将肉末放进锅里面，开小火给它翻炒一下。先把肉末炒散，炒至变色，炒出香味。我们将肉末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把切好的姜葱放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，把它不停的翻炒一下，把姜葱炒出香味。炒香姜葱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，还有一点生抽酱油。然后再继续的给它翻炒一小会，把酱料的酱香味翻炒出来。
全部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米酒，去腥增香。经过这样子处理以后，猪肉基本没有什么腥味了。接着往里面添加适量的开水，汤水煮开以后，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鸡精，最后再添加一点点老抽提色。调味以后，再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里面的所有调料充分的化开。大概1分钟以后，我们开始进行勾芡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水淀粉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迅速的用锅铲推开推散，避免水淀粉结成块状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了。勾芡以后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芡汁会变得浓稠起来，大概像视频中这样子的浓稠度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花生油，然后再继续的把它轻轻搅拌几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添加少许的油可以让芡汁更加明亮有光泽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就这样这个非常好吃的肉末就做好了，就算是拿来拌饭也是非常好吃的。最后，我们再将做好的肉末给它均匀的淋在鸡蛋糕的上面，然后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的肉末蒸鸡蛋就做好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鸡蛋糕，又滑又嫩的，而且里面一点的蜂窝都没有，简直比豆腐还要更加滑嫩的。再搭配上这个肉末，吃起来是真的特别的好吃。最主要的是老少皆宜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宝宝辅食都是非常合适的。而且这个做法做起来也超级简单，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在家里轻松操作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宝这小家伙最近瘦了许多，这样子看得我心疼死了。主要是平时真的是太挑食了，很多东西都不吃，或者东西吃不完，隔餐了也不吃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？哎，难搞哦。算了，我们下期再说吧。拜了个拜。